你这是干什么？这个逆子，你竟拟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诏书！父王，帝因自从李朝以来，飞扬跋扈，肆意妄为，屡次羞辱朝中重臣。 民怨甚深，儿臣按照父王的吩咐，已经替父王拟好了旨意。帝因勾结王后，意图不轨，已有罪证68条，铁证如山。父王以凌云族族长之名，决定下令幽禁帝因，废除王后。你疯了！你替我拟旨！ 我才是凌云王，我才有资格下旨。来人，来人呐！父王，现在宫里已经全部都是我的人，很快中州城也会被我的人控制，不会再有人来了。父王，你老了，请降旨吧。 这件事你策划了多久？是不是我让你回来，也在你的预谋之中？圣人，今日之事，你可知道？ 你想要毒害你父王？我不想让父王和弟弟流更多的血。一定要这样吗？就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吗？我没有别的选择，我要保护你们，这是唯一的办法。我明白你的困境，与他无关，他并不知道。 那就好，也算不辜负这满树桃花。请父王下旨。我生了个好儿子。你要的东西，拿去。谢父王，滚！此次动乱，父王悲痛交加，旧疾复发，还请父王移居其园，安心休养。
如此的迫不及待。请父王移驾。好，好。今日之事，你筹划了多久？3年。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？你不信任我？只是没来得及说罢了。算了，是不是又能怎样呢？你我之间本就没那么亲密。恭喜你，你成功了。我先走一步。阿莫，薛阳若，你这个犯上作乱的贼子！狠心毒辣的女人！往日里王待你如子，谁料你们却包藏祸心。母后，我儿现在被囚禁，我也被废黜，你满意了吗？圣伦说过不会伤及你们性命的。别再安慰我了，王族里的兴衰争斗，大起大落我见得多了。薛阳若，我只恨没有早些除了你，现在落得如此下场。你等着，我定日日诅咒。让你们尝尽这世间所有的苦楚，你和圣伦的报应迟早会来的，别高兴得太早。走走。乱臣贼子，好死！这帮乱臣贼子，好死！快点乱臣贼子，好死！这是这个不得好死的好死！姐姐，我们走吧。走？走去哪儿？去找赤云。我现在不能走，而且也走不出去。走不出去就闯出去。我不信圣伦连你也敢关。烈阳，哪儿都不要去。听听这些惨叫，简直像地狱一样。这些事我早就预料到了，只是我没想到，当我真正面对的时候，才发现，原来我之前想的太简单了。圣伦回来了吗？还没有。
末将一时不慎，让韩燕趁着混乱逃跑了。现已派出几路高手追捕，请殿下赐罪。韩燕跑了，全力追捕便是。韩燕本就狡猾，怪不得你们。谢殿下。宫内所有女眷凡无子女者，现已遣出1清源，移居到武神山下的僻乡居。殿下，经过臣的仔细筛选，宫内留下的人都很可靠。殿下要不要再从民间筛选一些，填补宫内人手的空缺？不必了。就我和王子妃起居，余下的加上成华殿的旧人，已经足够用了。就是嘛，以前只1个女人就要10几个人伺候，现在没那么多女人了，还不如好好想想怎么打仗。殿下，臣以为，虽然现在只有殿下和王子妃，可是，在殿下登基之后，总是要再册立妃嫔的。到时候，服侍各个王妃的婢女总是要的。选什么妃嫔？殿下岂是那种沉溺女色之人？殿下，这与是否喜好女色无关。历代凌云王都要从4部中挑选女子册封妃嫔，这是祖宗的惯例。尤其是殿下登基之后，要对有功的臣子论功行赏。咱们青龙部虽然不需要，可是西河部呢？长西部呢？甚至是白虎部呢？只有殿下在4部中选妃，很快就会有4部血脉的王子出生，那么4部才会安心支持殿下，在下一代王子中布局争斗。韩燕和帝音这些残余势力，才真的是永无翻身之地啊！不用了，殿下，你可要三思啊！眼下咱们的成功只是暂时的，韩燕和帝音的残余势力不能低估。若想稳定族长之位，就必须取得其他几部的信任。立妃一事，我说了不用了，难道要我特意下旨吗？臣明白。表弟，你与我年少相识，多年相知，我知道你是一心为我。只是，我圣伦不希望别人以为我是靠女人收复这江山。这才是我认识的殿下吗？殿下的心思臣明白，你一夜未眠，我们就不多打扰了。你们俩也辛苦了，回去休息吧。谢殿下。七元那边，殿下还有什么要叮嘱的吗？把怡清园竹林里那棵桃树移到七园去，一定要小心爱护，不要伤到一枝一叶。是。哎，你可算来了。什么事情这么着急把我叫回来？哎，凌云昨天晚上风云变化，你得到消息了吗？我听说了，圣伦接管了凌云族，我估计，不日他即将登基，我们该如何是好？你也不用着急，凌云族的内斗是他们自己的事情，与我们玄木有何相干？不过，凌云圣伦和宣阳玉晨一向私下交好，现在他接管了整个凌云族，恐怕是增强了两族的势力，我估计会对玄木不利。浩雪，这些年来，无论是玄木国内还是宣阳国内，开战的声音就一直没有停过。我觉得玄木对宣阳一战，一定是在所难免。这跟谁做凌云王没有太大的干系。况且上一代的凌云王，也是倾向于支持宣阳的。不过这个圣伦，以雷霆之势，一举肃清了整个凌云族，先前竟然一点预兆都没有。我现在想想都觉得可怕。哎，以前我觉得他不过是一个灵力高强、为人谦和之辈，现在没想到他处事如此心狠手辣，对父亲和兄弟都毫不手软。这种人，若是与我们为敌，我们恐怕不是对手。是，这个圣伦确实不能掉以轻心，他可比上代的凌云王可怕多了。哎，赤羽，我怎么觉得，你看圣伦事成，你十分高兴啊？
突然想起了和一个人的约定。圣伦的大事既定，我的好事也就快要来了。是我。你怎么突然来了？有人说想我了，刚巧我也想他了。你下手可真够狠的，要不是我反应快的话，恐怕你今生就要守寡了。好了，虽然说帝音被幽禁了，但是韩燕他们还在外面，而且最近传言说他们会来行刺圣伦，所以我的神经真的是一刻都不敢松懈。我要是圣伦的话呀，就把那20几个兄弟全部都关起来，该留的留，该杀的杀，何必给自己找麻烦呢？你是不在乎天下人是否叫你魔头，但圣伦在乎啊。他想要做一个好领袖、好儿子、好哥哥。那些人七嘴八舌的，干嘛在乎？夺取天下可以靠杀戮，但是想要治理好天下，就要靠仁孝礼义。再说，杀孽太多也总是不好的吧？你说呢？娘子说的都对，我的娘子绝对是天下最冰雪聪明的。没说两句就开始胡说。我没胡说，阿莫，你听听我的心，他真的好想你。他说他一刻都等不及了。我带你去一个地方。去哪儿？哎，躲起来！阿莫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去大殿找你，发现你不在。屋里有点闷，我出来走走。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宴会结束了吗？还没有，我借口更衣，偷偷溜出来的。你溜出来找我，有什么事吗？没什么，就是想来看一眼。最近人心未稳，我怕你晚上害怕。我一个人住在成华殿，已经很自在了，谢谢你。今天宴会上，那些大臣还是担心服侍我的人不够，他们哪里知道，我们真是被服侍怕了。现在身边的人越少越好。我也不需要人服侍，桓许一个人就够了。都依你便是。那我要休息了，你要休息还是回去啊？宴会还没结束，我先回去。我就是回来看看你，你好好休息。别看了，他已经走了。要不然你还是回去吧。不，我好不容易才能见你一次。虽然我早跟圣伦有君子协定，但是我们这样做，我总觉得好像背叛他一样。
是我的女人，何来背叛一说？难道你对她还有所留恋？当然不是啊。好了，有我在，我不希望你有一丝的不高兴。我带你去一个地方，你一定会开心的。阿莫，你知道吗？我的心好痛。这是哪儿啊？那里怎么会聚集那么多人啊？那是童贞闭关的地方，童贞今夜出关，那里都是他的亲信。你想做什么？为什么带我来这儿？不是我想做什么，而是你想做什么。我？他差点杀了你，你想让他死吗？只要你一句话，我现在立刻就去杀了他。算了，不必了。他害你吃了那么多的苦头，让我们俩分开了那么久，难道就这么算了？我不恨他，而且我也不想你把这些高门大户逼得太紧。虽然他们落寞了，但是在玄牧，他们还是有上千年的根基。我怕你会受到反噬。你放心吧，我要么就不做，要做，我肯定会斩草除根。我总算明白玄牧王的用意了。你这个坏蛋太凶了，所以他特意利用浩许的温厚来消减你身上的戾气。你跟浩许啊，就是天生互补。好了，赤云，不要再去找童真麻烦了。只要他不来招惹我们，我们就放他一马。好，我的阿莫还真是心慈。既然我不杀童真了，那不如我们就回若江吧，挖一坛演好为你酿的酒，一起喝好不好？好啊，这个比较好。好厉害的火灵！恭迎童将军出关！恭迎童将军出关！闭关3年，他比以前又精进了。你一定要小心，只怕我们饶过了他，他不会饶过你。放心吧，论单打独斗，他仍然还不是我的对手。良宵苦短，想他干什么？从现在开始，你的眼里心里只能有我。对手都那么强大了，你还有心开玩笑？管他天塌地陷，我都不在乎。我只要你。走，跟我回若江去。我闭关3年，辛苦诸位了。将军，您可算出关了。这几年咱们的日子可不好过。玄牧王和那个赤云把咱们的人撤换了大半，现在我们手上的兵权不足以往的40%。您出关可得为兄弟们出一口气呀！将军，玄牧王的势力已经彻底建立，不易撼动。当务之急是要赶走那赤云。赤云一走，玄牧王就少了最强的臂柱，
也就无法牵制我等。我与赤云不共戴天。这一次我出关，诸位放心，我已经想好对策，我会把我失去的加倍拿回来。我等韦将军马首是瞻。真想就这样一直坐着，就你和我。等事情都结束了，咱们就隐居吧。就在这儿，过简单的生活，再生一群比凶兽还壮的娃。谁要跟你生啊？我现在就盼望着那天的到来。我也是。怎么样，还没找到赤云吗？浩许，你别太担心了。我劝过昆卜和赤云，他们应该不会找童真麻烦了。童真出关，没有第一时间告诉我，想必他也是对我不信任。反正童真是把利器，用好了伤敌，用不好了就会伤己。看来是不能一味的约束赤云，得让他束缚童真才好啊。姐，你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你呀，安心筹备婚事就好。你醒了？你怎么了？宣阳突袭玄木的边境，已经连下2城，锦衣卫先锋旗开得胜，已经占尽了先机。我必须要马上赶回玄木山。宣阳攻打玄木？怎么会呢？我父王一向不主张动兵的。两族的边境一直纷争不断，矛盾已经从下层升级到了上层。我估计你的父王也是身不由己。怎么会发生这么大的事情？两族开战的话，那我们2个该怎么办？我还不知道具体的情况，也许双方还有和谈的余地，你也不要太过于悲观。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？你说。一旦开战，我大哥一定会上战场。希望你无论如何一定要手下留情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不过你也不用太过于担心了，毕竟他是宣阳御臣，就算我亲自上阵，也未必能取他性命。战场不比单打独斗，更何况宣阳族内有很多人对大哥虎视眈眈，我担心到时候他会腹背受敌。你知道的，战场险恶，我只能尽力而为。谢谢你。你赶快走吧，浩许他们一定还等着你呢。我也回去一趟，打探一下消息。希望战争早日结束。你也一切小心。你也一样。大人，宣阳主动出击，占据先手，而此次宣阳避开叶枫等人守卫的要塞，攻下的城池可都是咱们的人驻守，是不是
想报大人杀宣阳辉之仇啊！哼，的确很有可能。可是我才不怕他们。大人估算，何时陛下会让您挂帅出征？应该就是这几日了吧？现在边境的形势已经快拖不住了，这可是我们的大好机会。之前我告诉你的，都记清楚了。大人放心，只要战局再变，我便会向陛下谏言。此事的成败，就在于你。如果我们成功了，我们就能够权柄尽复，甚至是比以前更胜几分。可这样会不会帮了宣阳一把，埋下隐患啊？这个宣阳不足为虑，只要我腾出手来，这个宣阳玉臣根本不可能是我的对手。来，既已首战得胜，为我宣阳抢下先机。如今我宣阳全军已整，将全面进攻玄牧。此战要么不打，打就一战而胜，速战速决。天佑宣阳！今日朝会，我当定下主帅人选。陛下，吉仪殿下已立下首功，当为主帅不二人选。吉仪当赏，不过他毕竟年轻了一些，还是不要将此重担压在他的身上。陛下，臣以为大王子灵力深厚，且这些年长于军中，对排兵布阵有出众的见解，实乃主帅之不二人选。父王，儿臣愿替父分忧，率军出征。你能主动请命，无心甚慰啊！外能攻略，内能守城者，谓之国士；上可称雄，下可安民者，谓之名臣。玉臣无儿，有国士名臣之风。即日起，统领宣阳全军。希望你不辱使命，得胜归来。儿臣领命，定不负期望。祝大王子早日元神。赤云，你回来了。宣阳主动开战，你们做好准备了吗？浩许召集了众大臣，正在商讨应对之策。浩许召集重臣，你为什么不去？我现在的身份不方便上朝。童征已经出关，如果浩许召集重臣，童征必然在列。虽然我答应过你不去找他的麻烦，但是也不想见到他。我明白。那我们就一起等待朝议的结果吧。陛下。宣阳族侵我土地，掠我城池，臣请求出战，替陛下抵御强敌。童大将军刚一出关，就主动请缨，替我分忧。好，现在就命你统帅三军，为玄牧击退敌军。是，陛下。昆卜，你负责调配粮草，随时支援边关。是，陛下。星芒。你负责在民间征兵，训练新兵，以防战事吃紧，军力空虚。是，陛下。宣阳族师出无名，怨天载道，我玄牧必将旗开得胜，守卫疆土。童征，誓死捍卫玄牧。臣等誓死捍卫玄牧。玉臣率领宣阳大军已经开赴边境了，接收了宣阳2座要塞，现在正在往玄牧腹地进军。玄牧那边有何反应？浩许派了童征出战，童征已经领命出战。大乱将至了。宣阳王也传了几次口信给我们，
希望我们出兵增援。王上的意思是？找个借口拖着，战局不明，咱们不能贸然出手。何况现在族内新政才是头等大事，与其出兵参战，不如改良自身。是。将军，我敬各位。好酒，好酒，将军真是好酒量。将军不光武功高强，酒量也是海量。来，我们大家敬将军一杯。来，敬将军，将军。来，各位。报！大将军，宣阳玉臣带军攻入我玄木腹地，又破4城。我知道了，下去吧。前方向我们请求支援，我自有安排。退下。是，将军。来，将军，我们敬酒喝。来，我敬各位。将军，请。将军，敬您。玉臣已经攻下玄木6座城池，目前情况尚且顺利。玄木的实力远超于宣阳，哪怕被宣阳打个措手不及，也不该像现在这样节节败退。难道这会是什么陷阱吗？那就不得而知了。宣阳军队已经深入玄木腹地，到了一个抉择的关键时刻。到底是和谈休战，消化战果，还是继续挺进？想必到时候，在宣阳的朝堂之上，还会有一番争论。不过此时玄木还未用尽全力，现在宣阳就想强压玄木，割地求和，也是不太可能。想必后来还有大规模的战役在后面。眼下的形势严峻，以后的发展也难以预料。我真的不能在这里干等了，我想离开几天。今非昔比，已经没有人再可以监视我们了。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吧。谢谢。你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凡事无需慌张。今时不同往日，有麻烦就直说。这是宣阳的地盘，这是玄木，这是现在失去的6座城池。童征的大军一退再退，如果过了这道防线的话，恐怕就要伤及到玄木的根本了。唉，这个童征怎会如此不济？不过，我已经派星芒出战了，联合童征，希望能让战局有所缓解。内忧外患之下，我们的处境实在是太艰难了。取消婚约吧。眼下战况虽乱，但还不算太糟，不至于会影响到你和景时的婚事。现在不是谈婚论嫁的时候。不，要办，而且越大越好。为何？现在圣伦那边还没有表态。如果这个时候玄木和凌云联姻的话，会让宣阳对凌云有所忌惮。那么这个时候，宣阳的军队就有可能会畏首畏尾，露出破绽。赤云说得对，姐，你将按照原定的日子举办婚事便是了。依现在的形势，我们凌云可能随时会卷入战场。依我之意，我和云桑的婚事还是推迟吧。无需如此，你和云桑的婚事如期举行便是。如今玄木与宣阳已经开战，我们凌云内乱又未平息，实不该卷入此次风波。婚姻之事与社稷不相干。我娶的可是玄木的长王姬，玄木如今人人自危，她哪有心思嫁我？云桑不同寻常女子，她自会决断。何况，等你们婚事那天，也许两族已经休战。皇上，当今的局势，
你当真没有半点忧虑？怎会不焦虑？只是思虑太多，也便无益处。你也不要想太多，做好眼前事即可。是。看来大哥又下了4成，形势还不错。但是我还是担心童征有什么阴谋。这几次大战，他均未出手，似乎是在保存实力。希望大哥还是要多加小心才是。放心吧，大哥身为主帅，心里肯定有数的，不会有问题的。希望如此吧。2位殿下，若殿下回来了，现在正在府中等候。小妹回来了。吩咐下面厨房做些她爱吃的。是。看来小妹也按捺不住了。走，我们去看看。走吧。阿莫，怎么这么好啊？突然想着到这里来看我们俩。我倒要问你，你怎么突然搬到涉河来了？我不愿再看到朝堂的争斗，自然被搬过来了。是不是跟大哥吵架了？大哥临时受命去了战场，知若担心，便和他吵了一架。你先别问我了，我倒是要问问你。圣伦接管凌云，你地位尊崇，怎么能说出来就出来4哥4嫂也不是外人，我就实话说了。这次我来找你们，是有事情要跟你们商量。我和赤云其实早就在一起了。此事，你想过圣伦的反应吗？我也正为此事为难。赤云让我跟他走，圣伦那边我倒也不担心，因为我跟他早就有约定，我是可以随时离开的。只是照现在的形势，赤云和大哥早晚会有一战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女孩生在帝王家，一旦嫁人，就免不了今日至亲，明日战场为敌的情况。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便是这一点。别太担心了，阿莫。放心吧，他们2个会碍于你的面子，不会把对方逼入绝境的。如果是4嫂的话，你会怎么选择？立刻去找赤云。如果你真的喜欢他，就应该为他放弃一切。如果他也真的喜欢你，那么他也能体谅你的难处，不会让你太过为难。我倒是不知道，这个赤云几时把你给收买了？这哪是收买啊，只是我跟赤云都来自山里，所以有些相似罢了。你4嫂都这么说了，我又哪敢反对啊？阿莫，你就随着自己的心愿去吧，千万不要委屈了自己。大哥若是反对，我替你顶着。多谢4哥4嫂，有你们的支持，我就放心了。现在兴亡的援军已到，我们整兵待发，静候战果。殿下，咱们已经攻下6座城池了，此乃盖世奇功，咱们应该一鼓作气，攻上玄木山，活捉浩许，这才叫痛快。不对，我们在此处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，再加上童征的防守不利，才如此顺利。再打下去恐怕没有这么简单。我们在此处囤积粮草，迅速加固后方，屯兵吧。今后有更大的战役。打了这么久，你们不累啊？殿下所言甚是。
王妃，您回来啦。嗯。圣伦呢？王上应该在承恩殿。他已经是凌云王了。我去见他，你帮我铺床铺，我晚上回来休息。是。你的婚事准备的怎么样了？时间可不多了。我是如履薄冰，战战兢兢啊。纵使有王妃在帮我，可是我这心里总是放心不下，生怕落了点什么。想不到多少凌云女子倾心的大将军景时，也会有紧张的时候。王上莫要嘲笑在下，难道你当初娶亲的时候就一点都不紧张吗？等你娶了云桑过门之后，再来与我讨论此事吧。好。陛下，王妃求见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是。那在下告辞了。嗯。你回来了。嗯。这么晚了，怎么没有回成华殿？我找你有事。什么事？还记得我们新婚之时定下的盟约吗？你完成了2件事，只剩最后1件。记得。你帮我登上凌云王之位，我给你一次选择去留的机会。你现在已经登上凌云王之位，我可以选择去留了吗？那你是选择去，还是留？我想离开。你想去哪儿？我答应了赤云跟他在一起，他在哪儿，我就去哪儿。其实，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跟你提这件事。也许世间的事情就是这样，坦诚一些便会简单很多。所以我选择对你坦诚一些。我知道，现在凌云正处在危急之时，宣阳和玄木刚刚开战，凌云必然无法独善其身，你又出掌凌云。可是，你要我做的事情我已经完成了。我想，我选择此时离开，对凌云设计也好，对你也好，应该都没有什么危害。你放心，我既然答应了你，绝不会将你强留于此。我只是在想，如何将此事做得滴水不漏。想要堵住众人之口的确很难，但是我相信，你一定有办法的。你我的婚姻，代表着2族的联盟。如今宣阳正在攻打玄木，你我之间，便是这2族利益的纽带。我担心的是，你离开后，宣阳与凌云之间的关系会产生嫌隙。我虽然执掌凌云，但根基尚浅，想必你也清楚。有些时候，我不得不在乎宣阳王的想法。这也正是我所担心的。现在形势复杂，我若一走了之，你和父王定十分为难。所以，我打算认你四嫂为妹妹。我四嫂一离，我会用最盛大的典礼，隆重的册封义离为凌云王姬。换句话说，借由义离和之若，一来，凌云和宣阳仍是联姻的关系；二来，加重了义离和之若
在你父王心中的位置。即便有一天你父王迁怒于你，也不会波及到你四哥和母后。这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。谢谢你言而有信，遵守我们的约定。其实，我更希望自己是一个出尔反尔的人。圣伦，阿莫，如果你肯相信我，请你给我一点时间。我许诺会给你自由，希望你能找到自己的真爱。我当然相信你。正好，我也想亲眼看着云桑姐姐和景时完婚，不如我们就以他们的婚期为限，如何？一言为定。不过我还有一件事。什么事？在你离开凌云前的这段日子里，你仍可以自由出入武神山，但是不能再让赤云进入凌云结界了。守卫已经变换了阵法，现在战事紧张，怕是会发生很多的不便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不知玉晨进展如何？宣阳王机智过人，万一服药一事有变，你又该如何应对？玉晨，万事俱备，只待你接管宣阳，给阿莫一个自由之身，又有何难？只是，这真的是我想要的。赤云，圣伦已经答应我离去了，我们很快就能在一起了。和你相见，我比赤云终究是迟了一步。诸位，前几日我宣阳大军势如破竹，连下6城，可喜可贺。但浩许派星芒增援同征，固守府原，玉臣也无法再进一步。不知诸位有何想法？父王，古人云：“兵家之法，无非气势2字。”所谓气，便是士气。我宣阳连下6城，气势最盛，军中将士人人争先，无一例外。童征、星芒虽然悍勇，怎可敌我数万将士奋勇杀敌？何况那星芒长途跋涉，人马疲惫，就凭童征那些败军和区区星芒，怎能抵挡我宣阳大军？儿臣以为应立刻传令大哥，全力攻下府原，以壮我宣阳之威名。说得对。父王，儿臣以为，我宣阳大军长途跋涉，连下6城，固然可喜，但切不可一叶障目。那童征并非凡夫俗子，势力更在星芒之上。那6城之役，与其说是破城，不如说是弃城。此时星芒突入战场，恐怕有诈。若强行攻打府原，就算是胜了，那也是惨胜。现在我军将士
占尽天时地利人和，此等搏命之举，实属下策。要知道，不管是气还是势，最重要的还是人。我族将士的性命，要比那一时战局的胜败输赢更为重要。殿下，你说童征是弃城，臣不同意。我宣阳大军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，难道还需要童征放水不成？常言道，兵不厌诈。你又是如何知道那童征没有设下诡计，好让我军生出轻敌之心呢？启禀陛下，只要给臣1万兵马增援前线，必定将星芒斩于刀下，还望陛下恩准。赤木，你的意思呢？陛下，臣听闻殿下刚才一番话，有一事不明。若那童征真是主动退避三舍，也是他一人所为，未战先怯，将士必定怨声载道。此时不打，更待何时？何况我军将士气势如虹，此时若是避而不战，必定伤及军心。这个责任，不知谁能担得起。诸位，我宣阳军势如破竹，战果累累不假。不管那童征如何，连下6座城池，如果再战下去，无非是徒增杀戮，与天道相悖。不如就此撤军，巩固战果，再做打算，如何？陛下，此举万万不可！我宣阳精锐倾巢而出，为的便是拿下玄木山，一统大荒。何况咱们已经连下6座城池，就算咱们霸占，那玄木绝对不可能善罢甘休。如此一来，两族之间的战争定会延绵多年，久久不决。启禀陛下，此次机会千载难逢，只要再接再厉，玄木山近在眼前。若此刻退兵，臣就是死也不答应。就算臣能答应，可前线数万将士也是一声声不答应。安华，你的意思呢？陛下，老臣自辅佐陛下以来，心头便有一个暗想，那就是站在玄木山顶上，与陛下一起看着我宣阳大军旌旗飘扬。若真有此日，老臣死而无憾。诸位的意思我都明白了，撤军一事今日暂且不提，待玄木做出反应，再做打算也不迟。今日就议到这里吧。是陛下。姐，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，日后我不在你身边了，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。记住，不管什么时候，你都要记住，你背后还有我，还有玄木。如今战事连连，宣阳玉臣带兵连下6城，随时都有战报送到你那儿。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尽管跟姐姐说。你就不要再胡乱担心了。除非我们都战死沙场，否则玄木国还轮不到你们这些姑娘们出力。世云，大喜的日子，你说什么呢？姐姐，你这一走，从此便是别人家的人了。长熙真的舍不得你。有什么舍得舍不得的？
姐姐又不是走了不再回来了，我们两姐妹要见面，还是什么难事不成？长熙，姐姐啊，有些话要奉劝你。以前呢，我一直以玄牧为重，到了今天我才发现，一个女人真正幸福的事情，就是遇到一个真心爱自己、疼自己的人。所以有朝一日，你要遇到自己喜欢的人，一定要告诉姐姐，我想办法一定帮你。嗯。对了，姐姐走了，浩许就交给你了。出嫁之前一定要帮我照顾好他。嗯，姐姐就放心去吧。嗯。姐，你一定要记住，玄牧永远都是你的家。等一下，把这花放到床边，记得里边盛上清水。是将军。哎，等一下。哦。把这些玉器都收起来，云桑最不喜欢此等粗俗之物。是。还有啊，仔细清点一下，看看有没有什么遗漏。今天全府上下务必要万无一失啊！去吧。是。参见王上、王妃。不必多礼，今日我们也只是客人。景师兄，恭喜恭喜！景师兄，千军万马压境时，也不见你如此紧张。彩玲，你说这玄牧的大王姬得有多美，才能把咱们景石将军的魂都勾去了？啊，我这也是头一次，我这心里啊忐忑的紧啊。怎么，你大将军还想有第二回不成？王上，就不要调笑在下了。时候不早了，咱们赶紧走吧。哎，不对，我这个还等什么？再等到云桑姐姐到了看不到你，回玄牧怎么办啊？哦，对，赶紧走。王上、王妃，请。你们要收拾好了，仔细检查啊！来。哎，今天是谁娶亲啊？这么大的场面，连王和王妃都亲自为他迎亲，你不知道吗？大将军景石要娶玄牧族的大王姬呢。景石将军，多谢。咱们凌云族当真是今时不同往日啊！连玄牧的大王姬都愿意嫁到咱们凌云啊，可不是嘛？这可是我们整个凌云族的大喜事啊！启禀王上，城门口那边出事了，大将军的部队恐怕难以出城。发生什么事了？这，王上和王妃还是亲自出去看看吧。